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，我是 Sandra。根据 XRP 的创始人 Leonidas 于7月10号在 Twitter 上的推文来看，瑞波的联合创始人杰德·麦卡勒布在本周的7月16号出售完他剩余的2216万枚 XRP 代币，而这也意味着呢，麦卡勒布他历经了漫长的8年多，才完成出售他持有的90亿枚 XRP。故事的开始呢，从麦卡勒布在2012年与其他的合伙人共同创办一家瑞波公司开始。他在2013年起更是担任了首席技术长。在最一开始的分配中，麦卡勒布呢就拿到了200亿股的 XRP 股份，但是在2014年，麦卡勒布就离开了瑞波。后来就有许多的人询问麦卡勒布，为什么要离开瑞波？当时呢，瑞波的现任首席技术长就说道，麦卡勒布有一连串糟糕的想法，而瑞波的董事会拒绝实施，所以麦卡勒布基于这些想法以及理念不合，并离开了瑞波。于是麦卡勒布在2014年依照离开时所签的协议，取得了90亿枚的 XRP 离开公司，并且在离开公司后成立了 Stellar， 它的代币呢是 XLM。不过，根据他离职时签署的协议来看的话，他必须要遵守锁仓期间的约定。这份协议最初限制第1年的每周不得卖出超过1万美元的 XRP， 而后3年呢，则放宽到每周不得卖出超过2万美元的 XRP。一直到后来就变成是以代币的数量来限制，要求麦卡勒布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卖出的上限为10亿枚的 XRP。2020年之后，上限则增加到20亿枚 XRP。根据外媒的估计呢，在过去这8年的抛售中，麦卡勒布合计套现总价值高达31.267亿美元。那说了那么多，那瑞波币究竟是什么呢？瑞波币它主打第一个潜在的用途是作为通用数位资产，用于银行的跨境转账。相较于就是其他的加密货币，瑞波币只需要80% 的节点同意即可。这样不仅可以保障转账更加的流畅进行，而且还能够降低延迟的可能性。众所周知的是，在2020年12月底 ，XRP 在美国公开交易7年半后 ，SEC 便对瑞波提起诉讼。在控诉瑞波的案子中呢 ，SEC 声称 XRP 本身就是一种证券，并且还说 XRP 的所有销售都是非法的。SEC 将 XRP 定义为投资合约，也就是证券的一种。瑞波公司只有虚拟货币业务的许可证，并没有证券许可证，而这也是 SEC 对瑞波的最大指控之一。那如果 XRP 是证券，瑞波公司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行为？根据美国国会证券法第5条规定，禁止任何未注册登记的证券发行。如果发行人的证券不面向公众销售，可以免于登记，而其他的情况呢，都需要登记，并且要求发行人定期公开披露财务报告和重大事件，使发行中的投资者以及二级市场购买者获取知情权。但是瑞波公司却从来没有提交过注册声明，不仅没有向投资者提供每年的出售数据，也没有定期的公开财务和管理资讯。瑞波公司在没有拿到有效注册声明的情况下呢，将 XRP 货币化。被告瑞波公司从事了以上的行为，违反了证券法中非法证券要约和销售的规定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从2020年12月23号以后，麦卡勒布就停止转出 XRP 长达1个多月，而这个时间点呢，刚好也是瑞波公司被 SEC 起诉的敏感时间。因为麦卡勒布也是瑞波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之一，如果真的追究起透过未注册证券募资以及私下贩售 XRP 的罪名，麦卡勒布应该也很难脱身。所以呢，选在这个时间停止出售 XRP， 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。而曾经市值前5名的 XRP， 如今呢市值已经掉到24名了。再加上就是诉讼案至今也还没有结束，
但至少麦卡乐布已经将他手中90亿枚的 XRP 卖到只剩下500万枚。至于为什么麦卡乐布还保留些许的代币呢？他向记者说道：“如果我把它全部卖掉，那就太愚蠢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它真的涨到598美元一个代币怎么办？我可以变得很富有。”在发现麦卡乐布持有的 XRP 终于快卖完之后呢，社群的持有者们也都感到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理论上未来市场呢就会少一个大量卖压的供应源。但是如果从 XRP 价格来看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目前整体市场持续低迷的原因，所以呢 XRP 的价格并没有变化太多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